Margo 今日會同大家介紹資產活化嘅概念。究竟乜嘢係資產活化？近年嚟有好多坊間嘅講座同埋理財專家不約而同咁樣提及資產活化，主要嘅對象都係一眾香港嘅業主，當中嘅概念都離不開將物業加按套現，然後買入唔同嘅產品，從而增加被動收入。由於低息環境持續咗10幾年，所以物業按揭嘅成本非常之低，選項更加會有現金回贈。只要物業價格不斷上升，基本上業主好容易就可以喺銀行套出一筆平錢，成本大概為2厘，而利用呢一筆錢去買入回報高過2厘嘅產品就可以獲利，我哋稱之為套息差。但其實呢個概念並唔係最近先出現嘅，早喺10幾年前已經有。當時套出嘅資金主要用嚟做首期，再買入物業，從而實現一開二，二開四嘅神話。舉例話，如果買家用40萬嘅首期買入價值400萬嘅物業，物業升到800萬之後，又再加按獲得幾十萬，再以首期買入另一個物業，而物業嘅供款就由租客承擔。兩個物業再升值之後，又可以再買2個。我哋稱之為物業 loop 大法，好多香港人都係用呢樣嘢嚟致富，而呢啲炒作引致後嚟樓市過熱，令到政府不得不推出一系列嘅辣招，例如收緊按揭成數同埋印花稅，令呢個神話破滅。當年甚至有零首期上車嘅秘技，但係呢個方法其實槓桿極大，導致好多冇考慮現金流同埋實力不足嘅炒家成為負資產。亦都有好多利用親友首置名額或者公司交易嘅方法避稅，所以其實一直以嚟香港人都好善於活化佢哋嘅資產，但係佢哋嘅方法非常之單一，只係識得投資物業市場。而今晚物業喺過去咁多年，因為地域、經濟政策等等不同嘅因素，都維持一個穩定誇張嘅升幅，所以佢哋都能夠獲利。但係倘若唔能夠買樓，絕大多數嘅人即刻就唔知買咩好啦。我哋下一集將會同大家剖析下而家物業活化計劃中嘅投資選擇同埋各種利弊。